冷战还没正式开打，美国空军就在加州的天空里看见了一幕科幻片级别的场景：一架怪异的飞机几乎没有机身，也没有尾翼，只有一对巨大的翅膀在天上划过，像一只黑色的蝙蝠。当时的军官们全愣住了，这玩意儿能飞，还能投弹？而站在跑道尽头的是杰克·诺斯罗普，一个对飞翼痴迷了一辈子的工程师。他从年轻时就认定，最完美的飞机不需要尾巴，不需要多余的结构，只要一对巨大的机翼就够了。他创立的诺斯罗普公司也是冷战军工版图上的重要角色，和波音、格鲁曼、洛克希德齐名。不同的是，波音主打稳重可靠，洛克希德爱搞黑科技，而诺斯罗普就像他的创始人一样，专门挑那些看上去不可能的设计。那么今天要登场的就是他最疯狂的作品之一 YB-49 飞翼轰炸机。它看上去像是从未来掉进了1940年代的天空。二战刚刚结束，美国人就开始思考，下一场大战可能是核战争，那需要什么样的轰炸机？答案很直接，要能飞得更远，带得更多，还得能飞到苏联头顶，把原子弹直接砸下去。在这个背景下，诺斯罗普公司抛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设计。他们说，为什么一定要机身和尾翼？如果把一切都去掉，只留下一对巨大的机翼，那就是最省油、升限最高、航程最长的完美方案。当年看过原型机的飞行员回忆，坐在驾驶舱里，感觉自己不是在开飞机，而是趴在一张飞行的地毯上。这种设想几乎像是提前半个世纪的隐身轰炸机蓝图，但问题也随之而来。理想和现实之间往往就差了一个稳定性。在没有电传操控的年代， YB-49就像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，能飞，但随时可能失控。飞行员必须死死压着操纵杆，才能让它不乱飘。可在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，杰克·诺斯罗普依旧坚信，这是航空的未来。甚至有人说，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一连串意外，美国可能在1950年代就提前进入了隐形轰炸机时代。一开始 YB-49的试飞确实让不少人眼前一亮，它的气动外形带来的好处肉眼可见，同等油量下能飞得更远，航程比同时代的轰炸机足足多出了1/3，没有笨重的尾翼，阻力小，爬升性能惊人，轻轻一推油门就能冲上4万英尺的高空。飞行员在测试报告里写下4个字：表现惊艳。可惊艳的另一面是惊吓，没有尾翼意味着飞机本身就像个随时会翻滚的铁板，飞行员必须双手死死压着操纵杆，不然飞机就会莫名其妙左右摇摆，甚至突然打滚。有人形容这不是在开飞机，而是在跟飞机摔跤。在一次长航程测试里，驾驶员全程手心冒汗，下了飞机第一句话是：这玩意儿迟早会要命。果然，悲剧来了。1948年的一次试飞中， YB-49在加州的天空突然解体，机身4分5裂，残骸洒满沙漠，机组成员无人生还。那一瞬间，军方对飞翼的信任彻底崩盘。而更让将军们犹豫的是，当时苏联的防空体系正在快速建设，核战争阴影越来越近，美国需要的是一架稳得住的轰炸机，而不是一批难以驯服的怪兽。最终，空军高层下了决定，放弃 YB-49，把赌注压在波音的 B-52上。试飞员最后在酒吧里摇头感叹，它飞起来像梦想，掉下去像噩梦。这句话几乎给 YB-49的命运画上了句号。表面上 YB-49的下场很惨，试飞解体，军方丢了耐心，项目被干脆利落砍掉。对外人来说，这就是个彻底的失败案例。可时间拉长，你会发现它其实不是死胡同，而是埋下了3颗种子。第一颗是气动优势，飞翼这种造型看着怪，但空气阻力极低。换句话说，同样一箱油，它能比传统轰炸机多飞上千公里。40年代的将军们不觉得这有多重要，可到了冷战后期，美国要从本土起飞，跨半个地球去盯着苏联，航程就是生死线。诺斯罗普其实提前把答案写在了设计里。第二颗是隐身潜力。当年没人太在意雷达反射面积，雷达还没完全普及嘛。可在测试时，工程师发现飞翼的雷达信号小得惊人，天生就不爱露脸。在1940年代，这只是小注脚，可在1980年代，这成了隐身革命的关键基因。换句话说，飞翼是第一代隐身蓝图，只是那个年代没工具兑现。第3颗是设计哲学的冲突。
捷克诺斯罗普信奉极简主义，能去的全去，只留最纯粹的飞行机器。可军方要的不是浪漫，他们要的是稳定，能量产，能打仗。于是理想和现实狠狠撞了一次车。短期看是现实赢了，可从历史来看，理想才是未来的伏笔。而最让人动容的是诺斯罗普本人。晚年他已经瘫在轮椅上，但在1979年，他还是要求工作人员推着他去看新一代飞翼的缩比模型。老人伸出颤抖的手，摸着那架模型，眼睛里全是泪光。他明白自己当年的梦想虽然被掐死，但没有消失。他说过一句话：飞翼会在未来复活。当时很多人只当是老人家的执念，可10年后，当 B-2 幽灵第一次划破夜空时，这句话终于变成了现实。时间来到1980年代，美国人又一次把飞翼从历史的抽屉里翻了出来。这一次时机终于成熟了，有了计算机电传来解决稳定性，有了复合材料和锡箔涂层来实现隐身，有了全新的战略需求来支撑这个天价项目。结果就是 B-2 幽灵，它看上去像一张黑色的镰刀，划过夜空时几乎没有任何轮廓。军方当时说这是冷战留给世界的一记压轴惊雷。可问题是冷战很快结束，很多人怀疑它是不是生不逢时，直到几十年后它才一次次出现在战争里，才证明自己不是摆设。最经典的一次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， B-2 从美国本土密苏里州怀特曼基地起飞，一口气飞了30多个小时，横跨大西洋，把精确制导炸弹扔到巴尔干的目标上，然后原路返回。飞行员落地的时候胡子都长出来了。那一刻，美国用行动告诉全世界，我的打击范围就是整个地球。到了2025年，他还在书写新战例。就在6月，美国发起了一次代号午夜之锤的空袭，7架 B-2 从怀特曼基地起飞，携带14枚 GBU-57巨型钻地弹，直扑伊朗的福尔多、纳坦兹、伊斯法罕核设施。整个行动没有任何前线基地支援，依靠的就是隐身、长航程和全球机动能力。伊朗的防空雷达几乎还没反应过来，核心目标就被夷为平地。所以 B-2 的出现证明了诺斯罗普的预言，飞翼会复活，只是它复活的方式不是博物馆里的实验品，而是作为21世纪最具威慑力的轰炸机，在真正的战场上继续写下冷酷的注脚。但问题随之而来，这种价值要用多大的代价去换？ B-2 的单价高达20亿美元，是历史上最昂贵的飞机之一。每次执行任务就像是在空中烧掉一栋豪宅的预算，地勤维护更是堪比艺术品。恒温恒湿的专属机库，复杂到离谱的隐身涂层保养，每次出动就像是一场大型化妆。飞行员和工程师自嘲，它不是轰炸机，是会飞的财政赤子。美军内部也打趣，飞一次 B-2不是投炸弹，而是在天空里撒钞票。可笑归笑，军方从未真正嫌贵，因为在战略眼里，它不是飞机，而是一张底牌，能穿透敌人最严密的防空网，完成别人不敢想的任务。换句话说， B-2 既是冷冰冰的武器，也是隐形的外交官。只要它一出动，就等于在全世界头顶写下一句话：别忘了，美国随时可以关掉你家的天花板灯。如果把 B-52和 B-2摆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它们代表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军工哲学。波音的 B-52稳、耐用、能升级，像一张百搭的底牌，70年过去了还能继续飞。它证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：真正可怕的不是炫酷的造型，而是老而不死的存在。诺斯罗普的飞翼则是另一种极端，超前、冒险、理想化，就像一位偏执的艺术家把未来提前拉进了1940年代的天空。只是当时军方没法接住这个梦想，几十年后，它终于以 B-2的形式重生，却成了一种奢侈品级的战略符号。这两条路的冲突其实就是军工世界的拉扯。你要选择当下能打的稳牌，还是未来可能颠覆的豪赌？如果美国当年强推飞翼，说不定冷战早早就进入隐身时代，但也可能项目会把国防预算烧穿，让苏联坐收渔利。你觉得哪种更可能？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，我等一个神回复。下集我们要聊冷战中期的空军双子星 F-15和 F-16，一个是重型制空战神，一个是轻型多用途黑马，它们组合在一起，几乎重新定义了现代空战的规则。我是 Rain， 下期见。